中国民用无人机展示新能力，战场环境、抢险救灾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去年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先后根据前线的信息介绍了一下俄乌战场上交战双方使用中国民用无人机进行战场侦察的情况。当时呢，我们重点介绍的一个品牌是道通的无人机，包括呢说了他们所采用的热成像仪的性能，还有抗干扰能力等等。就是前几天呢，道通开了一个产品发布会，展示了一下新产品，还有空地议题解决方案。这次呢，我也是应邀去了一下发布现场，实际观察了一下他们的新产品，还有这个性能演示。整个活动呢是用了1天的时间，有几个亮点是比较吸引我的。一个是他们新的一个产品，就是 EVO Max 4T 那个无人机，它用的那个高感度摄像头，演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会场大门一关，灯光全熄灭，然后让我们在这儿挥手，他们就用那个无人机进行拍摄，就是拍完之后马上进行了一个展示，让我们看到呢是能够识别每一个人脸的全彩的夜视画面，这比过去那种微光夜视仪绿油油的那个画面确实好多了。再加上原来我们说过的那个它采用的高灵敏度的热成像设备，整个这个无人机夜间观察能力应该是相当的强的。那么这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再有就是他们在飞行中避障的手段里边，除了使用了双路的高清摄像头对图像进行分辨，去寻找一些小目标，还用了一个 4D 的毫米波雷达。4D 雷达现在在汽车上用的是比较多了，用在无人机上呢，就能够实现在无光条件下可以比较准确的、精确的测绘周围的物体还有环境，规避障碍。4D 雷达本身不新鲜，但是道通这个亮点在于他们的 4D 雷达居然能够做到只有2克重，而且实际演示这雷达工作之后测绘的那个图就是飞行中他们对周边的环境那个测绘还是比较精确、比较细致的。后来在下午的飞行演示环节里边，他们还演示了利用高速连续摄影进行地形测绘的能力，就是用了一架无人机在旁边的建筑群外绕飞，绕完一圈之后就用了40秒时间完成了对连续高速拍摄图像的处理，然后拼接成了周围建筑群的3维立体模型，而且这个模型的每一个楼层的高度都可以分别显示的。这个用在应急抢险或者是战场上，应该能够很好的发挥现场侦察作用。道通这次还重点强调了多架无人机进行 AMesh 自主网还有互操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在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集群要完成某个任务，那么无人机之间的通讯就不是以前那样完全依赖地面控制站或者卫星这些通讯设备了，而是每一架无人机自己就可以作为移动网络节点，各个节点之间形成自主管理的动态网络。说的再直白一些，就是有一架无人机能够获得控制信号，它就可以升到一定高度，发挥信号中继作用，为整个无人集群提供一个中继服务。比如以前有人说过，如果无人机飞太远了，或者是环境太复杂，有很多遮挡，可能这个地面操纵端就没法控制了，或者战场上如果你要控制无人机，人要站起来的话，就导致控制人员暴露。那么用这种方式，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而且他们是多台无人机跟多个控制端之间可以进行自由的数据交换，比如说警方可以用2-3台无人机对地面进行搜索，然后任何一架无人机只要发现并且识别出了可疑人员或者车辆，然后并且呢一个控制端的操作人员在图上标出目标之后，所有拿着控制端的人员和车辆都能看到目标跟有邻单位的动态位置，然后所有单位就可以对目标进行围捕。再有呢，他们还有自己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够在战场上识别还有跟踪对方的无人机的位置。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创意就是他们的2个无人机巢，一个是容纳4旋翼无人机的，装了一个就是 4T， 另一个是容纳龙鱼固定翼无人机的，而且这个龙鱼的固定翼无人机呢，用的还是晴转发动机的布局。这2个机巢都是通过远端控制，然后可以打开舱盖放飞无人机，无人机巡逻完成任务之后会自主返回机巢，精确定位进行回收降落，然后回收之后整个机巢的任务就是要对无人机进行自动充电了。其中龙鱼那个机巢里边的充电方式比较有意思，是通过机械臂把无人机电池摘下来插到充电器上，再从充好的电池里边选取状态最好的一块，再给无人机安上，这就成了换电式操作，所以这架无人机马上就可以形成再出动能力了。那么这样的无人机巢部署在山上、海岛上，用于电力系统的巡线或者是边防海关的巡查，能帮工作人员减少不少负担。
所以看完之后，我真的感觉啊，中国很多民企虽然现在规模啊、产值啊还远远到不了国外那些个军工复合体那种规模，但是他们在新技术开发应用方面，特别是在思维方式方面，已经有了国外那些大企业的格局。而且我还问了一下，仅仅在深圳一地就有13000家与无人机生产相关的大大小小的企业，所以就在这么激烈竞争环境下，还能稳稳占领市场的中国民企，一定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去征服全球的客户。